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。对，就是一年四季你最喜欢哪个季节？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，但是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。是啊，而且在中国文化里，四季有很多特别的含义，春夏秋冬，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性格。那我们先从春天开始说吧。春天在中国人心里那可是特别重要的。对，春天就是新开始的象征。你看，中国人过年都是在春天，叫春节。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，树开始发芽，花开始开。而且中国有句古话叫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就是说一年的计划要在春天制定，春天给人希望的感觉。是的，春天的时候，天气慢慢暖和了，人们脱掉厚厚的冬衣，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。你走在路上，能看到柳树发芽，桃花盛开。说到桃花，中国人特别喜欢桃花，桃花运、桃花源都是很美好的词。春天看桃花，那是中国人的传统。对，还有樱花，现在很多中国城市都种樱花树，春天的时候满树粉色的花特别漂亮，年轻人都喜欢去樱花树下拍照。春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雨水多，中国有个词叫春雨贵如油，意思是春天的雨水很珍贵，对农作物的生长很重要。春雨下得很温柔，不像夏天的雨那么猛烈，春雨绵绵滋润着大地。古代诗人特别喜欢写春雨，比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这句诗很有名，说的是春雨悄悄地下，默默地滋润万物。中国人觉得这种温柔的力量很美。对，春天还有很多传统节日，除了春节，还有清明节。清明节的时候，人们会去扫墓，纪念祖先，也会踏青，就是到郊外走走，看看春天的景色。踏青是很有意思的活动，一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到公园或者山里走走，呼吸新鲜空气，看看绿色的植物，这是中国人春天的传统活动。春天的食物也很特别，有春笋，嫩嫩的，很鲜美，还有各种野菜，比如荠菜、马兰头，都是春天才有的。对，中国人讲究不时不食，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季节的食物，春天吃这些嫩绿的蔬菜，对身体很好。但是春天也有不太好的地方，比如天气变化很快，今天热，明天冷，容易感冒。中国人说春捂秋冻，就是春天要多穿点衣服，不要急着脱冬衣。还有春困，春天的时候人容易犯困，总想睡觉，这是因为天气变暖，人的新陈代谢加快了。对，春困秋乏夏打盹，这是中国人总结的规律。春天确实容易困。那我们再说说夏天，夏天在中国那可是个极端的季节。是啊，中国的夏天，特别是南方，又热又湿，温度能到35、6度，湿度也很高，人感觉很闷。但是夏天也有夏天的美好，比如夏天的夜晚，很多人喜欢在外面乘凉。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，人们会搬个小板凳，坐在院子里，摇着扇子聊天。对，夏天的夜市也很热闹。天黑了，气温降下来一点，人们出来逛街，吃夜宵、烧烤摊、小龙虾、冰淇淋，都是夏天的美食。说到吃的，夏天中国人最爱吃西瓜，西瓜又甜又多汁，能解暑降温，还有各种冷饮，绿豆汤、酸梅汤都是传统的消暑饮品。夏天还有很多水果，荔枝、龙眼、芒果、桃子都是夏天成熟的。中国南方的水果特别丰富。夏天的活动也很有特色，比如游泳，很多人喜欢去游泳池或者海边游泳，还有爬山，虽然热，但是山上比较凉快。对，夏天爬山要早起，趁着太阳还不太毒的时候。中国人说夏练三伏，就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也要坚持锻炼。夏天还有个传统节日端午节，端午节吃粽子、赛龙舟，这些都是夏天的传统活动。粽子是用竹叶包糯米做的，有甜的，有咸的。赛龙舟很热闹，一群人划着长长的船在河上比赛。夏天的植物也很茂盛，树叶绿得发亮，荷花开得正艳。中国人特别喜欢荷花，觉得荷花出淤泥而不染，品格高尚。对，夏天去荷花池看荷花是很多中国人的爱好，荷花粉色的花瓣配上绿色的荷叶，特别美。但是夏天也有让人头疼的地方，比如蚊子特别多，晚上睡觉要点蚊香或者用蚊帐。还有雷雨，夏天的雷雨来得很突然，刚才还是大太阳，一会儿就电闪雷鸣，下大雨。不过夏天的雨下得快，停得也快，雨后空气特别清新，温度也会降下来一些。说完夏天，我们来说秋天。秋天在中国人心里是个很特别的季节。
对，秋天给人的感觉很复杂，一方面是丰收的季节，很喜悦，另一方面又有点伤感，因为叶子开始黄了，天气开始凉了。中国古代诗人特别喜欢写秋天，自古逢秋悲寂寥，很多诗都带着淡淡的忧伤，但也有我言秋日胜春朝，觉得秋天比春天还美。秋天的景色确实很美，树叶变成黄色、红色，满山遍野都是彩色的。中国人喜欢秋天去爬山，看红叶。对，北京的香山红叶特别有名，每年秋天很多人去香山看红叶，还有其他地方，比如九寨沟、喀纳斯，秋天的景色都特别美。秋天的天气也很舒服，不像夏天那么热，也不像冬天那么冷，天高云淡，空气清爽。中国人说秋高气爽，就是形容秋天的天气，这个时候最适合户外活动，爬山、郊游、放风筝。说到放风筝，这是中国的传统活动，秋天风比较大，正适合放风筝，各种形状的风筝在天空中飞舞，很好看。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，农民收稻谷、玉米、苹果、梨。中国有个节日叫中秋节，就是庆祝秋天的丰收。中秋节吃月饼、赏月亮，秋天的月亮特别圆、特别亮，中国人觉得这时候的月亮最美。对，15的月亮16圆。中秋节前后的月亮确实很美，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吃着月饼，看着月亮，很温馨。秋天的食物也很丰富，各种水果成熟了，苹果、梨、柿子、石榴，还有螃蟹。秋天的螃蟹最肥美。对，中国人说秋风起，蟹脚痒，就是说秋天到了，螃蟹最好吃。大闸蟹配黄酒是很多中国人的最爱。秋天还有很多坚果、核桃、栗子、花生，都是秋天收获的。糖炒栗子是很多中国人童年的回忆。对，走在街上闻到糖炒栗子的香味，就知道秋天到了。热乎乎的栗子，剥开皮，里面是金黄色的果肉，又甜又糯。但是秋天也有让人不太舒服的地方，比如天气干燥，皮肤容易干，嗓子容易干。中国人说秋燥。对，所以秋天要多喝水，多吃润燥的食物，比如梨、银耳、蜂蜜。秋天昼夜温差也比较大，白天还挺暖和，晚上就很凉了，容易感冒。最后我们说说冬天。冬天在中国南北差别很大。对，北方的冬天特别冷，会下雪，河水会结冰。南方的冬天相对暖和一些，但是也挺冷的，而且湿冷的。北方的冬天虽然冷，但是有暖气，室内很暖和。南方没有暖气，室内室外一样冷，有时候比北方还难受。冬天的景色也很美，特别是下雪的时候，雪花纷纷扬扬地飘下来，把整个世界都变成白色的。中国人特别喜欢雪瑞雪兆丰年，觉得下雪是好兆头。孩子们喜欢在雪地里打雪仗，堆雪人，滑雪。冬天的梅花也很有名，别的花都凋谢了，只有梅花在寒冬中开放。中国人觉得梅花的品格很高尚，象征坚强和纯洁。对，梅花香自苦寒来，中国人用梅花比喻在困难中坚持的精神。冬天的食物也很有特色，比如火锅，一群人围着热气腾腾的锅子涮肉涮菜，既暖胃又暖心。对，冬天吃火锅是很多中国人的最爱，还有各种炖菜，羊肉炖萝卜，牛肉炖土豆，都是冬天的暖身菜。冬天还有很多传统小吃，比如糖葫芦，红红的山楂裹着糖，又酸又甜，还有烤红薯，热乎乎的，很香。冬天的节日也很重要，春节虽然叫春节，但其实是在冬天，还有冬至。中国人说冬至大如年，这一天要吃饺子或者汤圆。冬至是一年中白天最短的一天，过了冬至，白天就开始变长了。中国人觉得这是阳气开始回升的标志。冬天虽然冷，但是也有很多乐趣，比如滑冰、滑雪，都是冬天的运动。北方的孩子从小就会滑冰。对，哈尔滨的冰雕节特别有名，各种冰做的建筑和雕塑，在灯光的照射下特别美丽。冬天的夜晚来得特别早，下午4、5点钟天就黑了，但是这时候家家户户都亮起灯，很温馨。冬天也是读书的好季节，外面太冷不想出门，正好在家里看书喝茶。中国人说红泥小火炉就是冬天在家里烤火的惬意。说了这么多，那你最喜欢哪个季节呢？我觉得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美，春天有希望，夏天有活力，秋天有收获，冬天有宁静。对，这就是中国人对四季的理解。四季轮回，每个季节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美好。
而且中国人讲究顺应自然，春天播种，夏天成长，秋天收获，冬天休息，这是自然的规律，也是生活的智慧。不同的人可能喜欢不同的季节，年轻人可能更喜欢春天和夏天，因为充满活力；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更喜欢秋天和冬天，因为更加宁静。对，而且不同地方的人对季节的感受也不一样。南方人可能更喜欢冬天，因为不会太冷；北方人可能更喜欢夏天，因为可以摆脱严寒。还有不同职业的人也不一样，农民可能最喜欢秋天，因为是收获的季节；学生可能最喜欢夏天，因为有暑假。这就是四季的魅力，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部分。中国的传统文化里，四季不仅仅是时间的概念，更是生活的哲学。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这是自然的规律，也是人生的写照。对，人的一生也像四季一样，童年像春天，充满希望和可能；青年像夏天，充满活力和激情；中年像秋天，收获成果和经验；老年像冬天，宁静而智慧。所以中国人说，人生如四季，每个阶段都有它的美好和意义。而且四季的变化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，如果一年到头都是一个季节，那该多无聊啊！对，正是因为有了四季的变化，我们才能体验到不同的美，感受到时间的流逝，珍惜每一个当下。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四季的诗词歌赋，都表达了人们对四季的热爱和感悟。比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写的是春天的美好；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，写的是夏天的绚烂。还有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，写的是秋天的美丽；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，写的是冬天雪景的壮观。这些诗句流传了千百年，至今还被人们传颂，可见四季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。对，四季不仅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，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现在虽然有了空调暖气，人们对季节变化的感受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，但是对四季的热爱依然存在。对，每到换季的时候，人们还是会很兴奋。春天来了要去踏青，夏天来了要去游泳，秋天来了要去看红叶，冬天来了要去滑雪。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也开始重新关注传统节气，24节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越来越受到重视。对，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，这些节气名字都很诗意，反映了中国人对自然变化的细致观察。每个节气都有它的特点和习俗，比如立春要吃春饼，冬至要吃饺子，这些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。这些传统让我们和祖先有了连接，也让我们和自然有了更深的联系。所以说，四季不仅仅是气候的变化，更是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寄托。对，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魅力和意义。喜欢哪个季节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够感受到四季的美好，享受四季的变化。而且四季的轮回也提醒我们，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都是暂时的，就像冬天过后必然是春天一样。这是一种很积极的人生态度。中国人常说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四季教会我们耐心和希望，教会我们珍惜和感恩。对，这就是四季给我们的人生启示。无论现在处在人生的哪个季节，都要相信美好的未来。好了，关于四季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，希望大家都能在每个季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。对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像中国人一样，学会欣赏四季的变化，感受自然的魅力。四季轮回，生生不息，愿大家的生活也像四季一样丰富多彩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再见。